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期呢，我们聊到以太坊是一台世界计算机，有观众在评论区里边提问，既然它是计算机，那上面到底跑的是什么软件？为什么说它能够撑起万亿级别的加密生态？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答案。很多人把以太坊当成一条区块链，但从更本质的角度去看，它其实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商店。你可以想象一下，苹果商店有200万个应用，谷歌商店有300万个应用，而以太坊上呢，已经有了上万个去中心化的应用。但关键的不同在这里，苹果和谷歌的应用要公司审核，随时可能被下架，而在以太坊上呢，任何人都能够部署软件，永远无法被下架。更重要的是，这些软件它不是小游戏、小工具，它们是真正能够处理金融资产的应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拆解这个软件帝国的5大核心类别，以及3个可能改变未来的新趋势。看完这期节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台世界计算机能够撑起万亿级别的加密生态，并形成数千亿美元的真实规模。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事情让你对银行最抓狂？周末呢，想转大额的资金，结果呢要等到工作日。你想借点钱，手续繁琐，还得审批；想跨境转账，手续费高，还要等到2到3天。在以太坊上有另外一种银行，它全年7乘24小时营业，借款秒到账，无需审核，全球转账只要几分钟，手续费也就几美元而已。这个就是 DeFi 去中心化金融。举几个简单的比喻， Uniswap 就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你想换美元投币出美元，你想换日元投币出日元，区别是这台机器里有全世界的货币，而且汇率全透明。 MakerDAO 像一个自动的当铺，你抵押一块金子，系统呢会立刻借出现金给你，你还钱，金子自动归还，不还金子自动被拍卖。整个的过程没有老板，全靠智能合约。注意，这个里边的自动就是代码按规则自动执行。 Ivy 像一个全球的资金池，有钱的人把钱存进去赚利息，需要钱的人来借款支付利息。利率呢完全由供需决定，公开透明。疯狂的是2021年 DeFi 的总锁仓价值一度突破了25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银行系统。归根到底， DeFi 做的就是一件事，用代码来替代银行员工，用算法来替代人工审核，但代价也很清楚，智能合约可能有 bug， 协议有可能被黑，市场也可能暴跌，这些都可能让你亏得很惨。一句话，把信任人变成信任代码，效率来自自动化，风险来自于代码与市场。理解了这个权衡，才是参与 DeFi 的第一课。你小时候有没有收集过什么东西？比如说球星卡、邮票，还是说游戏卡牌？你还记不记得当你抽到第一张稀有卡片的时候的兴奋？还记不记得担心丢失破损时候的那个焦虑的心情？ NFT 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如何证明一个收藏品真的属于你，而且永远不会丢失？传统的收藏品有很多的麻烦，卡片呢会破损，会丢，真假难辨，要交易还得线下见面，存放呢需要专业的安全的环境。 NFT 的优势就很直观，存在区块链里永不丢失，防伪技术天然内置，全球24小时都能够交易，而且不需要实体的空间。举个例子， CryptoPunks 2017年发行的1万个像素头像，最便宜的今天要几万美元，最贵的曾经卖到过2300万美元。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图片的本身，而在于它们是 NFT 世界的始祖级别的代码，是整个数字收藏品宇宙的第一块里程碑。换句话说，它们代表的不是说那个 JPG 文件的头像，而是一段被永久写进区块链里边的历史与身份。再比如说 OpenSea，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数字收藏市场，就像一座永不关门的古玩市场，每件商品都有防伪证书，买家和卖家遍布全球，交易记录永久保存。而 NFT 远不止头像这么简单，在游戏里边，你的屠龙刀是真正的属于你，游戏公司收不走，
在社群里边，一个 NFT 就是你的会员卡，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它还能代表你的数字身份。NFT 的本质其实就是给数字物品上了一个永久的产权证。当然要提醒一句， NFT 市场波动非常之大，很多项目会归零，所以千万记住不要 FOMO。 想象一家公司没有 CEO， 没有老板，所有的规则都写在合约里边，自动执行，所有的决策都靠大家投票来决定，所有的财务都公开透明。这个不是科幻小说，在以太坊上这样的组织已经有了上千个，他们叫做 DAO， 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来对比一下，传统的公司老板说了算，财务状况是机密，你想参与必须被雇佣，决策的过程完全不透明。DAO 社区投票决定，每一笔的开销都在链上，买个代币就能够参与，提案公开讨论，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到。这里有几个真实的例子。 MakerDAO 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去中心化央行，全球的持币人一起来决定贷稳定币的利率政策，每个提案都要社区的投票，你想参与买 MKR 的代币就行。 Uniswap 道没有总部的交易所，协议的升级由社区表决，手续费的分配也由用户来投票，它年收入数十亿美元，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员工，神奇吧？ ApeCoin 道一个 NFT 社区演变出来的娱乐帝国， BAYC 的持有者们投票来决定品牌的发展方向，包括游戏 IP 授权都由社区集体来决定，成员呢遍布全球，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面。还有一个实验就是我自己在尝试的道，吃瓜群众自治社道。在这个里边，观众不只是观众，你们是导演，是编剧，是制片人，可以一起来决定节目的选题、互动的玩法，甚至未来要不要孵化新的内容或者是项目。所以道的本质其实就是用智能合约替代公司章程，用代币投票替代股东大会，用透明执行来替代黑箱操作。听上去很理想，对吧？但道并不是完美的，它常见的问题包括投票率偏低、决策效率慢、容易被大户操控。先问个扎心的问题，你在游戏里面充过多少钱？那些神符、皮肤、宠物现在还在不在？如果游戏公司关服，这些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这是传统游戏的痛点。装备和道具不属于你，而属于公司。关服之后一切清零，资产不能够跨游戏流通，游戏的经济完全由公司来控制。区块链游戏彻底改写了这个逻辑。在这个里边，你的装备和道具都是 NFT， 它们真正的属于你，写在区块链上。举几个例子， Axie Infinity 一度火爆，2021年在菲律宾，很多人靠它来养家糊口，每天打游戏就能赚到10到40美元，游戏角色可以买卖，有些卖到上千美元。这已经不只是游戏，而是一个虚拟的经济体。再看看 Decentraland， 想象一下我的世界里边的土地可以真实的买卖，你花钱买下一块虚拟的土地，建房子、开商店、收门票，这块土地的产权是 NFT， 真正的属于你，你随时可以转卖。The Sandbox 2021年，阿迪达斯花了43万美元买虚拟土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每天有数万的用户，就像在一个热门的商场里边开店一样。这个就是元宇宙的核心，虚拟物品有真实的价值，虚拟经济和现实的经济打通，用户拥有真正的数字资产的所有权。不过现实也很骨感，大多数链游都是赚钱为主，好玩为辅，游戏体验比不过传统的3A 大作，而且代币经济模型很容易崩塌。所以链游和元宇宙的本质就是用区块链让虚拟世界的资产具备现实世界的产权逻辑。最后一类也是最接地气的应用，支付。想象一个场景，你在纽约工作，想给新加坡的父母转10万块钱，传统的银行怎么做呢？手续费要300到500，到账要3到5天，还得填一堆表格，期间呢还要担心汇率的波动。用以太坊的稳定币转账呢，手续费只要几块到20块钱，转账只需要几分钟，只需要一个钱包的地址，金额完全透明，不会缩水。
这个就是稳定币的威力。简单理解，稳定币就是锚定美元的数字美元， 1USDT 约等于1美元， 1USDC 也约等于1美元，不像比特币那样大起大落。那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呢？每天在以太坊上流动的稳定币超过100亿美元，全球的稳定币总市值已经超过了13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它的应用场景特别广，跨境贸易，工厂出口到美国，直接收 USDC 或 USDT， 几分钟就到账了。个人汇款，海外打工族给家人寄钱，比西联快10倍。避险，高通胀的国家用稳定币去存钱，避免货币贬值。商户收款，跨境电商收美元，用稳定币比 PayPal 手续费更低，到账更快。所以稳定币的本质就是用区块链重新定义数字现金。刚才呢，我们讲了5大成熟的应用，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台世界计算机正在加载新的软件，它们可能引领下一波的浪潮。趋势1：现实资产上链 RWA。这个话题呢，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这里呢给你一个简单的概述。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投资美国国债，但门槛太高；你想买房子，但没钱买整套；你想投那些没上市的独角兽的企业，但动辄就是上百万美元的起投，根本没有渠道。RWA 的逻辑就是把现实世界的资产切成小份儿，放到区块链上。比如说一套1000万的房子，切成1万份，你只买其中的100份，就能拥有1%的产权。再比如国债的门槛是10万美元，上链之后100美元就能够参与。这意味着什么呢？全球7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未来可能逐步搬家到区块链上。趋势之2， AI 加上区块链，打造开放式的 AI 生态。今天的 AI 被几家科技巨头所垄断，就像世界的数据和算力被关在几个花园的围墙里边， AI 加区块链要做的就是拆掉这些围墙。这个话题呢，我之前做过2期的视频，结合了 A16Z 的报告，如果你没有看过，推荐去看一看，能帮你全面的理解 AI 和加密结合的逻辑。在这里边，我简单的总结了3个方向。第一呢，是算力市场，像 Akash Network 把闲置的 GPU 挂到链上去卖，全球的 AI 公司都能够来买，这个就像拼接出一个去中心化的超级机房。第二是 AI 打工人，想象一个自动的交易员帮你24小时打理 DeFi 的投资，每一步操作都记录在链上，无法作弊，这可是可信任 AI 的雏形。第三是 AI 内容溯源，以后呢，你看到一张图、一段视频，怎么知道是不是 AI 伪造的？比如说评论里边有人说我是 AI 人，那怎么能证明我不是一个 AI 人？未来用区块链就能够证明这段内容的来源和时间全都清清楚楚，相当于给它打上一张不可伪造的出生证明。在这个方向上有更激进的做法，比如说 WordCall， 它通过扫描你眼睛的虹膜来证明你是一个真人而不是 AI， 并为你生成一个链上的身份。当然这种模式也有隐私和中心化的争议。总的来说，虽然这些还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但想象一下，一个数据归所有用户所有，算力全球共享， AI 服务公平竞争的世界，是不是很酷？趋势之3，再质押，一份资产多重收益。再质押听上去很诱人，简单来说，用同一笔钱同时给多个项目做担保，赚多份的利息。举个例子，你有32个以太坊，传统的质押给以太坊主网，1年大约6%的收益。再质押呢，同样的 ETH 还能同时担保别的项目，年化可能达到15%。听起来很好，对吧？但风险也很吓人。风险1，连锁惩罚，主网出错被惩罚，因为你同时担保了 A、B、C， 可能要遭3重的惩罚，亏损会被放大。风险2，合约漏洞，有些新的项目本身它也是来自于智能合约，一旦被黑客攻击，你的钱可能就直接没有了。风险3，中心化，大家图省事儿，把币都交给少数的大的服务商，结果呢，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和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再质押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强大，
但更适合理解风险的老手。小白最好不要盲目的冲进去。今天呢，我们完整拆解了以太坊这个软件帝国的5大成熟应用。第一 ，DeFi，24小时的不打烊的银行。第二 ，NFT， 永不丢失的收藏册。第三 ，The DAO， 没有老板的公司。第四，链游元宇宙，真正属于你的游戏世界。第五是稳定币，比银行更快的数字现金。另外呢，还有3个未来的趋势。第一是 RWA 现实资产上链，第二是 AI 加上区块链开放式的 AI 生态，第三是在质押一份资产多重收益。这个就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以太坊能够撑起万亿生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区块链，它还是全球第一个无需许可的软件平台，任何人都能够开发应用，任何人都能够使用服务，任何资产都能够被数字化，任何交易都能够自动执行。这5类应用正在重新定义金融、收藏、组织、娱乐和支付。但要记住，这些应用都还在早期的阶段，机会非常大，但风险也同样存在。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所以一定要 DYOR， 也就是自行研究，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再参与。最后呢，留个问题，在这3个未来的趋势里边，你觉得哪一条最有可能跑出像抖音或者是 TikTok 级别的应用？ A，RWA 现实资产上链， B，AI 加上区块链， C， 在质押生态。欢迎在评论区里边投票，我会挑出最高投票的方向，做一期深度的拆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